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第4集，我在房车使用5年以后的再谈房车。那么今天讲什么呢？今天讲卡式炉有必要准备一个吗？好，先说答案啊，答案就是非常有必要准备一个卡式炉在车上。那么不管你的房车是什么类型的啊，就是说不管它是以什么能源形式为主的房车啊，比如说有用电的，有用气的为主的啊，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的啊，那么都有必要备一个卡式炉在车上。原因有下面几点啊。第一点，方便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啊，甭管是草原还是湖边还是什么山上啊，你很惬意的时候，你想喝茶的时候，那么卡式炉就是你的最佳伴侣啊！你把桌子一铺，对吧？然后拿上卡式炉，拿上你的这个壶去湖边一坐，把水坐上啊，随时随地喝上热茶啊，是非常惬意的啊。这是第一个，它方便啊。第二个当你的能源不够用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车上是电，但是你电可能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一时半会儿你又充不上电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或者说你的液化气罐不怎么够的时候，那么卡式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备选。而且现在卡式炉的气罐是非常非常便宜了前2天我在浙江那边我一直在用这个卡式炉，我连这个液化气灶都没碰一下因为我的车上主能源方式还是液化气不管是洗澡也好，还是做饭烧水也好，不是说我液化气灶里面没有液化气罐里没有气了，不是而是我觉得卡式炉更方便而且很便宜那个能源一天差不多也就1块多钱因为一罐气的话，我自己用的话能用2天到3天这个样子，至少能用2天所以说它的成本也就一天1块多钱，所以毫无压力随便用这是这个第2点那么第3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多样性。刚才我说了，在湖边喝茶，那么有时候你还想在车里面吃个火锅，对吧？或者说你在车外面吃火锅也好，或者在车外面搞一个车外的一个烧烤也好，它都可以用卡式炉来进行。那么相比较而言，电磁炉还有这个液化气灶都没有卡式炉灵活方便，对吧？这是它的第3个优势那么第4点呢，如果说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卡式炉，你可以到我的微店去看一看你可以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然后我把我的微店推给你因为我的微店里面有一款卡式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经过我自己用，一直用到现在都会非常好这么多年了要买那种不怕风的就是不用那个围挡，直接可以用的它是那种红外线的那样的卡式炉才最适合我们车上备的这是我对卡式炉的几个观点所以说卡式炉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你用惯了以后，你甚至你炒菜什么的，你可能都不用什么液化气灶或者说是你的电磁炉了相信我因为我这是实践出真知OK 关于卡式炉这一块简单跟大家说这么多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